针对有人炒作将台湾问题同乌克兰问题相比较，3月7号，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两会记者会上驳斥称，台湾问题与乌克兰问题有着本质区别，没有任何可比性。最根本的不同在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而乌克兰问题呢，则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国家之间的争端。我们看到有些人在乌克兰问题上反复强调主权的原则，但在台湾问题上却不断损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在谈及台海局势紧张的原因时，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强调，根源就在于民进党当局拒不认同一个中国原则，而美国一些势力为了遏制中国的振兴，纵容鼓动台独势力发展，挑战和掏空一中原则，也把台湾推向危险的境地。台湾的前途希望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在于实现国家的统一，而不是依靠什么外部的空头支票。挟洋谋独没有出路，以台制华注定失败，台湾终将会回到祖国的怀抱。台海问题专家谢玉指出，美国一些反华势力接连打出以台制华牌，岛内分裂势力以美谋独，屡屡引起台海局势的高度紧张。这也意味着外部势力干涉台湾问题正在成为极为危险的乱源。为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就必须坚决反对外部势力的干涉，并将其放在涉台工作的重要位置。美台关系，走得越近的时候，也就是台湾当局有信心挑战一个中国红线的时候，也就是两岸关系越来越危险的时候，我觉得台湾当局本来他是想用这种方式来扩大自己的支持度，实际上他反而把两岸关系、把台海的局势推高到了更危险的境地，这种是一种反向操作，对两岸关系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在今年的两会上再次传出了盼望两岸统一的时代强音。与此同时呢，我们也面临着疫情冲击、中美博弈以及外部势力插手台海等挑战。在震荡前行当中，维护两岸关系，我们应该如何以我为主，主动塑造有利于我的态势呢？这一次两会，第一次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加强了工作指导，所以他的做法就明确而且具体，你要严厉制裁台独，还有援独，就支援台独这些分子，那你呢令诸必行。你就像前一阵公布了这个整个台独几个人，然后就是说对于他们的这个有来往什么的这支援他们的这些会予以这个制裁，这个效果很大。你就像这一次我们看这次蓬佩奥到台湾来，他想找一些商人开那所有的很多商人，就是说除了专门做台湾生意的商人以外，其他没有人敢来。为什么？就是很怕说来的时候被你就牵扯到这个嘛，对不对？而且我们也讲句很老实话，你不能说在大陆赚钱，然后你去支持台独，支持他们就侮辱大陆，破坏这个民族感情，这是没有道理的嘛。所以我们的对台工作千头万绪，概括起来，我认为就是4个字：反独出统。把台独分裂势力把它遏制住，这个势力把它遏制住。第二个呢，我们通过呢各种两岸的交流互动慢慢的为国家的统一创造呢有利的条件，在适当的时候，让我们呢以最小的代价以最低的成本来解决台湾问题，实现我们国家完全的统一实现我们第2个100年的一个重要的目标之一。在2月初，也有大陆学者呼吁大陆制定统一法，内容涵盖怎么合统与怎么武统，而合统的核心应该是与台湾共同制定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刘先生，您认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台湾有可能实施吗？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它的研究和制定过程，一定是要吸收台湾方面的意见的。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两岸的公权力部门和两岸的民间社会大家共襄盛举。
但是呢，如果两岸公权力部门来共同制定目前遇到的困难，我们就不推动吗？这当然是不行的。我们还是可以有两岸的民间社会加上大陆的公权力部门。这个台湾的民间社会其实也包括台湾的在野的势力等等，来做前期的一些准备工作。其实在上周，我的台湾朋友还透过微信告诉我，据他所了解，其实不少台湾老百姓对一国两制并没有那么反感。那现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台湾之所以会受到的一些抵触、一些怀疑，实际上跟台湾当局的一些误导宣传是有关系的。所以他认为说，台湾很多人还是不了解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当然，这样的意见，我觉得说我们还是要注意。一国两制啊，它不是解决台湾问题的一个前提的一个条件，它是实现两个统一以后的一个制度性的安排。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纪念会上提出来的5点建议之一。他希望和台湾的政党、团体、个人大家互相协商，探讨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因为我们单方面制定，可能有一些想法不能很充分的体现了台湾同胞的民意，所以我们愿意和台湾同胞一道，共同来探讨、研究、制定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这样呢，将来在实现统一之后，实行这个方案就有极大的可行性、可操作性它的现实性。两岸要统一的话，9·2共识是一个起点，一国两制是终点了。这中间有一段距离是很多是可以沟通、可以协调、可以谈的嘛，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合法、合情、合理的一个方式。只是呢，就是整个被误导但是呢，它还是解决问题所必须的，它是永远不会变的原则。